是如何产生的哈。正在向下面进行速降的是户外向阳，户外向阳前面是户外阿智，再是户外小蚱蜢，再是户外行军蚁。神潭湾的下面呢是一个巨型的天坑，然后周边呢有很多水流，地表水全部冲进去了。这个天坑呢可以说是深不可测，当地的老人小孩啊都不敢到这个附近来，就连当地的采药人都不敢靠近这个神潭湾半步。那么下面究竟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呢？请跟随我的镜头，我们下去一探究竟。经过了多级升降，我们来到了它的一个相对平缓的平台。咱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朽木上面长满了这个圣经茶，这么名贵的植物居然没人盗采哈，可能是因为这里地势太过于险要。没有人敢到这个下面来，因为这里稍微失足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跌落万丈深渊。在我们这里非常的珍贵，基本上要1000克一斤。原来是500克一斤哈，我们这里都是1000克一斤的。在这里继续下降。哇，在这里发现了有很多这个菖蒲、石菖蒲，这个也是比较名贵的中草药。后面阳光能照到的地方是越来越少了，有一股寒气从那个洞里面透出来，感觉非常的瘆人。继续下降，在这里发现了这个非常少见的天青地红3变莲，这样大家能看到吧？刚刚冒出了头，长得不是很大。这个它的根茎哈，在把它折断之后，它会形成3种颜色的变化，所以叫它3变莲。做好了安全保护，我们即将迎来垂直升降。这时候可以看到行军蚁依然在下面开线，下面还是无底的深渊。这时候站在最前面的是户外阿智、户外向阳，可以看到下面升腾着很大的雾气。然后我们再看顶上，差不多有接近200米的高度，即将抵达神潭湾的最深处。大家点个赞呗！正对面有一扇石门，这个石门是大门套小门，这个应该就是当地老人说的阳门。在对应的这边呢，就是阴门。阴门这边是一年四季都晒不到阳光的哈，非常的可怕。那里就是户外行军蚁哈，大家能看到吗？从这里过去还有接近200米的这样的深度。在这个位置还发现了有这个五灵脂，这个是红白五属的粪便哈，还非常的新鲜。这个绝壁之上，这个天坑底部怎么还会有五灵脂的存在呢？它不是只会滑翔的吗？这时候呢，咱们就从这个深渊口面啊，垂直降到了这个深渊底部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下面没有等你来开线呢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的面积呢，差不多是300来个平方。这里有很大的这个阴沉木啊，就是从上面掉落下来的树墩子，不知道是不是阴沉木。我们这时候呢，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更深的洞道。这个下面呢，它的水流是自然向北这样流过去的，前面或许还有更深的洞道。我们继续前进，沿途都是这种比较大的树墩子。不能摸哈，不能摸啊？对，摸了要下雨，到时候注意到时候下大雨，我们不去了哈。这里需要游泳哈，自己注意安全。我们准备从这个水潭直接踩过去，这个水真的是很酸爽哦，它是这种踩在里面骨头都会感觉变脆了的感觉。冰棒。现在通过了这个水潭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进入了它的阴门，这边特别的冰冷啊，完全看不到上面的那个洞顶。冷吧？好冷啊！我们继续深入。哇，真的是太酸爽了。
冰冷刺骨的河水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。因为现在是难得的窗口期，这个下面没有发洪水，所以进来一次非常不容易啊。哪怕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呢，我们也会去克服它。哇，这真的是一个深渊呐！太吓人了，这个峡谷。这个应该是神潭湾里面的鬼门。如果当时能发出这个冰丝马吼的声音，应该是从这个洞里面发出来的。哇，继续前进吧！哇，踏上了新的旅途，我们必须跑起来，才能保证自己不失温哈。行走在这个暗河峡谷里面，有一种穿越那个无人区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周边你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的回音。哇，好大的洞腔！这种感觉就是在那个晚上啊，走那个河道一样。晚上大家在河里面摸过鱼没有？就是这种感觉，只不过这里没有水，就是洞口一点点水把我们身上全部搞湿了。但是里面呢，却是非常的干燥，根本看不到一点水流的迹象。诶，这个地上，这里面有野兽啊！一个这里有野兽，哇，发现了什么？这里明显可以看出有巨型动物在这里踩的脚印。哇，对，这是一个脚印。这里面说不定有怪兽。难道真的有怪兽？看那两个石头像不像人为的？这两个石头像。哇，上面有蛇头上的那两个包。哇，好高啊！看不到洞顶。主要是这个顶太高了，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洞顶，里面是雾气弥漫。不知道穿越这个阴门峡谷，最后会通向何方？这里还有汉白玉的碎块，从洞顶崩落下来。咱们在这个河道里面发现了一根青冈树，这个可能在若干年以后就会形成阴沉木。后来最后沿着这个小腿的这个方向前进好。收到。好大的洞腔！这里是一个椭圆形的穹顶，一般出现椭圆形的穹顶呢，这个洞道就要变得低矮了，因为它上面的那个岩层是一层一层的剥落，最后在那个岩层相对稳固的地方，洞道就会变矮。继续深入。哇！这个石头里面，石灰岩里面好多这种汉白玉啊！这有很多这个崩落的碎石块，有可能当时那些老人听到了冰丝马吼的声音，就是这些石头发生岩爆、崩裂、撞击水流啊，或者是水流过回水湾撞击岩壁时候产生的巨响。我们分析是这样，因为目前来说，我们还是没有听到格外的声音。这里面是一点人为痕迹都没有，应该这么大的洞穴里面会有古人熬硝的遗迹，但是目前看起来我们并没有看到。哇，看这个平地上面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凸起的小石头，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径山？就是中国最矮的山，
哇，动到这里只有10几米高了。地上的泥土呢也是相对松软，从这个松软的泥土我们可以看出，可能在几年时间，这里都没有被水淹起来，它的水流只到了河流这个部分。这应该上一次水淹到这里还是98年的时候。哇，这里像一条龙脊一样。哇，看我们现在就像走在龙背上一样。穿山龙，看这个干涸了多年的沉积土，上面像那个乌龟的背上一样。龟背纹。有可能前面变成了伏流。哇，看这个洞井好漂亮，水冲石。前面应该发生过堵塞，如果没有堵塞的话，它这个泥土是无法沉积的。咱们从这边过来，洞道变得只有2、3米高了。这时候这个沉积土和这个我们脚下踩的河沙坝是合为一体了。这个前面一定是发生过堵塞，所以在后面呢才会形成这种沉积土。因为外面的山洪冲进来都是浑水哈，它在前面形成了堵塞了，这个水流在这里就变得平缓，它那个里面的含的泥沙呢才会再次沉积。哇，这像是人建造的坎子一样。看，就像人修了一个3轮车道一样。但是这个下面是绝对不可能有人为痕迹的。哇，好像水流在这里沉积了很长时间，这预示着洞道要结束了。看一下前面究竟是什么情况，看一下神潭湾的阴门究竟通不通。好，丢在这里，我们先去侦查一下。丢掉了，不通了东西。哇，这里又是2根银子木，发现了2大根银子。洞道变得可能只有1米高，全部浮在了这里。哇，再来一次大水的话，可能就浮起来了，还可以往前爬，继续来。哎呀，我对了，错。啊，别动，确定。没有了，兄弟。啊，我咋头一下给过去？可能这些石头剪开的话，但是剪开这些石头是一个很大的工程，要3年。所以我们决定原路返回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个神潭湾阴门洞就全部探明了，在里面呢，并没有听到老人说的那个冰丝马口的声音，有可能就是这个岩壁啊崩落石块产生的声音，这个大家并不要害怕哈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拍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预备 ，Go！ 1, 2, 3, 4, 5,
6、7， 还在响，10几秒吧。这是一处法国人都未能成功探底的垂直深渊，地处重庆南川，当地人称其为无底洞。每逢雷雨到来之前，深渊口面吞云吐雾，十分可怕。受当地旅游部门邀请，我们在此集结，携带专业设备探底实拍。想不到底部竟发现了1000年乌木和万年古生物化石。这次我们一共带了500多米的绳子，要是500多米还搞不定的话，那就要回去背绳子了。这里看下去非常的恐怖，不知道这个无底洞的具体深度究竟是多少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还没有任何一波探险队能够下得这个深坑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准备挑战一下。准备下入这个竖井，看一下下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。老雷子大哥开线啊，在这里做了一个原始锚点啊，在那里做了起始锚点。我这个脚直接把绳子砍了算了，我操！做好了保护啊，我们来到了这个天坑的起始锚点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下面是什么情况。好嘞，已经准备好了，能看到队友的灯光。宝哥，你现在在啥子位置？我现在在200米的位置，刚好是2个100米绳子的衔接处。200米深处照上来的灯光啊，非常的漂亮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我身后呢，就是这个让当地人闻风丧胆的垂直漏斗天坑。这个天坑呢，根据先锋所说啊，下去还有10多米就到底了，但是绳子不太够了，已经用了560米的绳子。我们现在是用对讲机沟通的，据说下面用电筒看了一下，有一个平洞道，而且右边呢有一个竖井。我现在呢带的是60米的绳子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安全下降，大家一定不要模仿。试水了嘛，用你的扳手挤一下。对你沿路下去检查一下锚点，有14的螺丝。通过50多米的绳降，我们来到了第一平台。我们看一下下面，这里有一个槽子下去，队友继续在向下，下面依然是无底黑洞，在冒着很大的雾气，继续下降吧。来到了100米的位置，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阳光是越来越少了，下面依然是冒着很大的雾气。现在我要换锚点了。这一带下去呢是200米垂直悬空，我们中间还要换绳。现在我们继续下降。经过200米垂直悬空，我们下降到了这个平台这里，这里望上去只有点点星光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呢，它是有一个平台，平台的外面又是一个大竖井，这个竖井可能有80来米。我们继续下降。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发现了有这个雍炉的化石，可能越下去的话，遇到的化石会越多。我们看这个左上角还有一个阿门礁石。过了这个平台这里，这个下面又是垂直悬空，不知道这一层下去有多高。现在我是下降了380米左右，挂在了安全站上面。我们看我们来时的路就像一轮明月一样，只有点点星光了。我们从这里看下去，到老驴哥那里差不多还有60多米的纯悬空，我们继续下降。我们看这个水流将这个洞壁上面冲刷的特别光滑，然后再看我前面呢，依然是往下的垂直悬空，我们继续下降。还是看不到底吗？据看守洞口的队友传来消息说，凌晨2点有雨，我们这时候必须尽快下到洞底，尽快返回，不然会发生危险。
攀了好几，哇，垂直向上的，这个天坑已经刷新了我们记录，可以说是真正的无底洞。已经成功到达底部，这时候生个火烤一下，全都冻僵了，手指都冻僵了。快看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条鱼的化石，看到没有？不过是残缺的啊。咱们在这里做了一个保护站，从这里下去了，还有一个小断崖，就正式进入了地下河。现在队友他们都下去了，队友说在前面发现了阴沉木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哇，真的有，在这边，我来用石头给它敲一下。哇塞，看这个是黑色的，木质特别的坚硬，应该是青钢木的哈。我们继续前进，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好东西。右手上面爬的。这前面又要锁降了吗？这是，我的天哪，又是7、8米高的一个断崖。先锋老牛哥这时候正在开线，这下面有一个大水潭。快看，我们通过这个水潭之后，在这里发现了一根阴沉木，非常的结实啊，而且这个可以做个小靶阵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乌木，这是青钢木的哈。小伟，你快来，有重大发现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龙要上来了！你相信龙宫真的存在吗？黑暗深渊的底部是否藏着可怕的龙蟒？哪里肯定有蟒啊龙？七旬老奶奶口中的禁地，为何当地人不敢靠近？这期视频随我继续锁降深渊，实拍阴洞深处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对面是出口。哇，有点深，60多米，能不能看到光啊？不能看到光哈。哟，田军宇把这个线给开下去了哈，我们喊一声，听一下这个竖井。这时候咱们做好安全保护，下降这个断崖，这里下去30多米吧。那个亮光的地方就是一个洞道，是往左边去的。这时候已经成功到底了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下面依然是石灰岩的洞腔，但是最开始那一段呢是这个变质岩，这有明显的分界线。然后看一下，洞道是往这个方向去的，一直往下。这边应该也有一条汇集的河流，在那个洞壁顶上有蝙蝠，极有可能我们会找到这个洞的另一个出口。什么情况？现在是淤泥啊，哦，有骨头，一个这里有骨头。我刚刚看到了，哦，淤沙河，这里难道就是沙河上待的流沙河吗？这个洞道非常扁狭，到这里就是一个伏流了。哇，这里很窄，看一下。这里在夏季的时候肯定是被水淹起来的，全是泥沙。还有洞道吗？过去看一下，全是稀泥，要匍匐前进。这个稀泥里面，让我看一下。
前面究竟是什么情况？哎呀，我靠！从这边过来，全是泥沙，然后洞到在这里呢，有一个小水潭可以往上去，咱们继续前进。哇塞！这个洞穴非常的狭窄矮小，在这个碎石淤泥里面，我们就只能这样匍匐前行。如果有龙的话，那就是在下哈皮龙、宝皮龙啊！看那边，一直过去都是这个，必须趴着才行。咱们从这边过来哈，这里开始走上坡了，这个地上全是乱石。我们看一下前面，这里一滩黑水，洞道在这里变成了伏流。但是咱们的先锋好像是从这里进去了，他从这里扎屁股头干过去。你有没有这个水性？你敢不敢搞？而且有暴风进来，你发现没？哎，我操！有风往这边吹，那边极有可能有大树进。上坡大街了。哇，对面是出口，在大崖绝壁之上。哇，大概再走1公里左右，就是出口了。对。哇，他从这个区水里面，哇，厉害了！我已经走到了出口的位置，从这个水滩潜水过去，再走900米左右就到出口了。你们要不要去？你们自己考虑清楚。我被人都返回了。我飞机前面应该是河山。爆火的机会就摆在面前啊。应该是河山。前面要趴着走，通道很狭窄，这区有出口。应该是有出口的，但是这里要潜水啊。水性不好的人，比如说我，阿芝要不要上？不上吧，慢慢往回走啊。不上就往回走。历经5个多小时，穿越地下3公里，这个洞就全部探明了。阴洞的下面就是这样，很大的风，有很大的狭管效应，有很多这个漂亮的水冲石。但除此之外呢，没有别的发现。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个竖井就全部探明了。从下面历经200多米的绳索攀爬，外星军营已经成功上岸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妙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